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从今天起呢，林淼将担任焦总的新任助理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淼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林淼，我去帮你落实一下员工的宿舍问题，今天晚上呢就可以入住了。好呀，好呀，那麻烦你了，经理，我等你消息啊。谢谢啊。我坐哪里？虽然你已经通过了入职面试，但是还有入职考核。这是公司3年内的财务报表，希望林助理1小时之内整理归档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给我吧。小新，你什么时候顶了前台的班？焦总，酒店出事儿了。什么？2个婚礼撞档，怎么回事？对方就是这么说的，而且其中一对新人的家长是董事长的朋友，所以他们就没有走丽舍酒店的预定流程。但是他们说给您打了电话。您没有接到吗？我应该没接到吧？喂，哪位？说话呀！再说每天联络本总裁的人那么多，我应该大概可能接了吧。焦总，那您答应了吗？婚礼这么小的事情，本来就是各部门的分内之事，难道还要本总裁亲自出马？说的好像你亲自出马就能解决一样。现在第1对新人的结婚场地我们已经布置好了，但因为当天是七夕节的缘故，我已经核实过集团旗下所有的酒店，实在没有办法给他们腾出位置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样，小新，你现在去联络本社的所有酒店，告诉他们明天我们愿意出双倍的价钱来租他们的宴会厅。至于钱的问题，就从老焦给我打生活费的那张卡里面扣。还有就是通知所有的婚庆公司，让他们今天紧急加个班，在明天1天之内把婚礼现场给我办出来，钱还是从那张卡里面扣。但是你给我记住，这件事情的重中之重，就是在老焦知道一切之前，把事情给我办好。焦总，我跟您报告一下。焦总，明天就是婚礼了，新人定好的场地怎么可以说换就换呢？再说了，就算新人同意更换，1天之内我上哪儿找跟丽舍同样好的场地啊？林助理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你是助理，我是老板，以后跟我说话之前先打个报告。焦总，我跟您报告一下这个情况。报告一下，焦总，我也想提醒您一下，方案必须得落地才算。小新，不用听这些有的没的，现在就去办。焦总，我跟您报告一下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可能有点困难。有什么困难？那对新人的家长是赵董和董事长的朋友，他们点名要求在丽舍酒店举办婚宴，而且董事长和赵董很早就收到婚礼的请帖了，所以董事长现在特别生气，要请您现在去他的办公室一趟。啊？小新，焦总，我看他怎么样？报告焦总，非常完美。哎，焦总有事吗？还有啊，不叫哎。我知道你不叫哎，一会儿进去之后不准说话，否则流落街头。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谁会浪费时间帮你这个自恋的废柴总裁收拾烂摊子？小新，进。哎，等，要不然还是先上个厕所吧，我突然有点尿急。进。算你狠。爸，这不过，你懂。大家干嘛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啊？我已经在想解决办法了。
小杨，我放心的把丽舍酒店交给你，你是怎么来汇报我的？那还不是新人仗着跟你们的关系走后门？要是按照酒店的正常流程，哪能出这问题？借口。借口？人家新人父母是我和你赵伯伯的至交。那要真是朋友，就好说好商量了嘛。胡闹！胡闹！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看你愿不愿意好商量。你看看，我找人把总裁办的通话记录调出来了。新人和酒店昨天一直给你打电话，都联系不上你。我昨天没接到电话呀。还嘴硬？还嘴硬？通话记录就在那摆着呢。昨天下午4点半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爸，4点半这样的电话我绝对没有接到。小新，为什么有电话不告诉我啊？骂得好！等等，下午4点半。林助理，焦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喂，你的电话。董事长、赵总、李总，我想你们是误会焦总的意思了。焦总是说，比起道歉，他更倾向于想办法让婚礼如期举行。如期举行？这是婚礼，不是相亲大会。焦总在来办公室的路上就跟我说了，他打算给这对新人重新策划一场超乎想象的婚礼，这样说不定他们就可以忽略掉婚宴大厅被占用的意外了。这婚宴大厅都没有，在哪儿结婚啊？其实每一对新人最在意的是什么呢？无非就是自己的婚礼够不够独一无二，够不够让人羡慕。只要我们做到这几点，其实在哪里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焦总有信心，明天可以在丽舍酒店重新布置会场，给这对新人一场完美的婚礼。小杨，是真的吗？对，我们当然不会让新人就这样错过他们的良辰吉日，在明天婚礼之前，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你明天超乎想象的婚礼。董事长，明天的婚礼一半的来宾可都是公司的熟人呢。那怕什么？丢的是他的人，又不是我的人。如果这次他再做不好，就像你说的，直接打回公司的基层部门，从小职员做起。好啊，那我们再给焦远一次机会吧。小杨，要好好努力啊！好的，我会努力的。既然林助理在董事会面前主动请缨，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解决。我主动请缨？不是，刚刚董事长说的是给你一次机会啊！啊，你还知道你是我助理吗？刚才在董事会面前大包大揽的，我还以为我是你助理呢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林三水。这次婚礼效果要是办不到你说的超乎想象的话，你走着瞧吧。喂，阿腾哥，我下班了，给我留一台最好的机器，我马上就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焦总的助理，焦总让我转告给您，他有事过不去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，再见。不是林三水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别想拉着我一块下水，你拿过来。不是焦总，您作为丽舍酒店的负责人，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呢？您的良心呢？您摸摸它，您问问他会不会痛啊？把我的良心简直活蹦乱跳的。我告诉你，还轮不到你来指责我。你在董事们面前夸下的海口，你行你上啊！不是焦总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要策划一场全新的婚礼，凭我一个人的能力做不到啊。您必须得留下来，调配各个部门进行配合，好吗？我管这些干嘛？焦总，我一个人能力有限，必须得有您坐镇，否则我办不到呀。好，那我留下看看你有什么招。
喂，焦总，跟您报告一下，新人的资料已经传真给您了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那你跟他说，拿掉。喂，你好。如果方便的话，你能把丽舍酒店室内外的照片都传我一份吗？好。哎，我又没事儿干，玩个游戏怎么了？怎么会没事儿干呢？来，最新的资料啊，正好我要填这个表格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啊。本来公司有一份合理的解决方案，你非得多此一举，这不浪费资源吗？那婚礼的场地发生了变化，策划案当然要重新拟定了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行了，我问你答啊。林助理，我希望你注意一下对我的称呼。焦总，问吧。新娘多少岁啊22岁。22岁，星座？双鱼座。多愁善感。最喜欢的花？百合花。董事长已经落实了，焦总没有预订机票、购买火车票的记录，也没有预订任何酒店，手机近几通电话都是跟严秘书。对，百合。明天呢，把全市的百合尽可能的调过来。啊，对了，天气情况你跟气象台确定过了吗？是晴朗的，对吗？好，你现在把丽舍所有值班的员工都集合起来，去打扫天台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会跟焦阳说，给大家付加班费的。叫焦总。啊，焦总一定会同意的。好，先这样。你让小新打扫天台干嘛？办婚礼啊，难不成祭天吗？在天台结婚，新人能同意吗？哎呀，根据我以往策划婚礼的经验来说呢，婚礼这种东西往往都是以新娘的意愿为主导的。咱们这个新娘22岁，大学刚毕业，我相信她在大学4年里肯定看完了所有的偶像剧和少女漫，内心呢对爱情充满了无限的美好幻想。再加上她是个双鱼座，双鱼座的女生啊，生性浪漫不切实际，永远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。我觉得对于她来说呢，办婚礼的场景只有2种场景特别适合她，一个是教堂婚礼，一个是露天婚礼。但根据我们现有的情况来看呢，露天婚礼只有2个地点，一是游泳池，但是游泳池呢离第一对新人办婚礼的婚宴现场太近了，那我们只有第2个选择了。那第2个场地呢就是天台，就这样喽。林助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婚礼是晚上，丽舍可没有相应的照明设备。我知道啊，这不带你来这里了吗？可这是商业区，你这个点来买灯啊？我们不买，我们拿了就走。来，1、2、3，这帮准备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停电了呀！这停电了，好端端的。欢迎各位来宾参加张先生和孙女士的婚礼。各位，刚才这场烟花表演是我们丽舍酒店送给新人们的祝福以及惊喜。下面由我宣布，婚礼正式开始。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欢迎美丽的新娘闪亮登场。交给你了。你看上面。接下来有请2位新人互致结婚誓词。